近期缅甸局势动荡，缅军方公开扣押仰光当局一系列高官要员，引发了外界的热议。尽管军方摄政算得上是缅甸的传统特色，不过就在外界普遍怀疑这一次依旧是缅甸局势重复30年前的历史，却有消息指出，这一次情况却有了新变化。综合我国国内消息以及美媒的消息来看，在2月3号，美国对外表示，鉴于缅甸的混乱局势，美方决定对当局部分要员实施制裁措施，并要求缅甸按照自己的要求释放相关被扣押人员。在对外表态中，有相关媒体注意到，美国官方还额外说了一个词儿，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介入局势。这番话几乎与公开插手干涉他国局势无异了。不光是一副想要插手缅甸国家事务的意思，美国方面还多次有意无意地提到我国与缅甸的合作情况，想将祸水引向我国，让我国成为此次舆论风暴的中心话题。不过，外界对此的看法则比较消极，认为美国人得手的可能性太低，成本太大。有观察人士指出，缅甸军方控制仰光当局可以说是缅甸历史上多次重复出现的画面了。自1962年以来，缅甸国防军首次武装推翻前统治者之后，缅甸就进入了漫长的军方统治。不过，由于在1985年的失智操作，废除无法被纠正出的货币，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动乱和愤怒，很多人的存款一夜之间全部作废，市场完全陷入停摆。此次长达几年的抗议活动之后，终于在1990年让步，退下了明面上的政府，进入了影子政府的状态。而目前被扣押的昂山素季，也就是在这场抗议中崭露头角，一跃被推举为当局的领导人。然而，军方实力并未受损在枪口下，即便有西方的支持，但力量有限。仰光当局只能像一个外交部一样存在。在后来30年的时间里，昂山素季多次被抓了放，放了抓，1年的军管时期也时不时的出现，但往往过后又将权力交还给当局。外界对此举的猜测大概率是基于军方希望展示自己的肌肉，提醒仰光当局别打什么歪主意。另外，也是与对方的一次强势谈判，达成对方执政期间的一些利益分配问题。分析认为，尽管缅甸因为其军方的一系列操作弄得民怨沸腾，但是想要公开介入难度太大。外界看得很清楚，美国人突然将目光瞄准缅甸，绝非是垂涎缅甸的经济或资源，而是它的地理位置。东南亚的中心区域一旦爆发战火，将波及整个东南亚地区，中国断然不可能幸免。为此，中国乃至周边的国家都不可能坐视美国目的达成。如果没有中国，或许周边小国无法阻止美国介入。然而现实是相反的，除非美国人又想来一次越南战争，否则公开介入缅甸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会干扰缅甸国内的发展，但不代表不会阻止美国对中国的一次战略进攻。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收藏、关注。近期围绕中美之间的话题成为了不少人关注的焦点，在对华事务和对自己问题的报道中，也让很多人看清了西方国家虚伪的双重标准。最近就有英国作家讽刺西方国家预测中国的未来从未准确过，这番话很快引起了俄罗斯网友的讨论。事情最开始是今日俄罗斯刊登了一篇文章，讽刺盎格鲁圈国家对待中国的预测就像是活在幻想中。作者是英国国际关系分析师汤姆·福迪。该作者调侃，目前曾经主导世界主流思潮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盎格鲁圈国家，已经在过去几年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一场疫情的泛滥更是让这些国家面临经济衰退。然而讽刺的是，曾经国际舆论上流传着一本著名的书籍《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可以说是典型的迎合西方国家所书写，完美符合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西方注定胜利，而中国注定失败。20多年过去了，可根植于冷战思维的盎格鲁圈国家依旧没有醒悟，即便到了今年，西方国家依旧在将自身的胜利寄希望于中国的崩溃。可事实依旧摆在面前，真正面临崩溃的西方自己，而原本应该崩溃的中国却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在前进。该作者认为，从新西兰与中国签订协议就可以看到，
比起中国崩溃的可能性，反倒是五眼联盟自身的崩溃可能性更大一些。5个国家中有3个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英国、美国、加拿大都面临巨大的倒退，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享受到了亚洲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情况稍微有所缓解。但澳大利亚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却让整个事情变得一团糟。该文章一经刊登，就引发了很多俄罗斯网友的热议。有不少俄罗斯网友感同身受地表示，他们寄希望于中国崩溃，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同样希望俄罗斯崩溃，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厢情愿吧。而从这一点也说明，中国正在做对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有分析推测，随着疫苗的大面积推广，全球治理秩序也会得到逐步的恢复。而这个时候，为了挽回过去因为疫情带来的损失，西方国家会不竭余力地将国际舆论仇恨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就如同在2020年初美国为首的盎格鲁圈国家做的一样。或许这很讽刺，但西方只想要一个替罪羊，而更讽刺的是，那些人不会在意中国为全球恢复秩序做过什么，只在乎自己这场狂欢中是否拿到了利益。在最近，西方媒体已经开始有这个苗头，再一次炒作病毒起源问题，这显然意味着他们正在为将来进行的动作做准备。近年来，美俄双方在国际事务上的交锋屡见不鲜。俄罗斯一面拖着西部频繁释放威胁的北约集团，另一面又在北极地区与美国你来我往。然而，纵观经济数据，俄罗斯经济萎靡不振，产业结构又不合理。然而，就是这个情况，俄罗斯凭什么敢在美国面前大声说话？新冠疫情在2021年失控，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经济危机，全球整体经济萎缩 4.4%， 俄罗斯自然无法幸免。疫情导致俄罗斯2020年 GDP 整体下滑 3.6%， 下滑至 1.5 万亿美元，彻底丢失全球前10的经济排名。在2019年的数据也不好看，我国一个广东省都可以比肩整个俄罗斯的 GDP， 这就尴尬了。当然了，别看俄罗斯这么一对比，感觉不怎么样，但与苏联解体之后一小段时间相比，俄罗斯的发展其实算得上突飞猛进。真正比较惨的也只有解体的几年时间。普京上任之后，俄罗斯迎来了从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黄金期，同比1999年 GDP 增长11倍。这也是为何普京至今在俄罗斯都拥有十分高的支持度，高民众支持率可以说是俄罗斯那个时间段防御西方渗透的为数不多的底牌。不过好景不长，看着俄罗斯有抬头趋势，西方国家果断在2014年进行严格打压制裁，导致经济发展放缓甚至下滑。而且快速增长的俄罗斯当时正在准备进行产业转型，西方快速且精准的一场狙击，让俄罗斯的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中断，也就有了现在的光景。产业结构不合理，轻工业严重依赖国外，对外贸易中只剩下军工产品和资源两项。然而这两种情况下的俄罗斯凭什么敢在美国面前大声说话，并有能力继续和美国扳手腕呢？首先，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继承了苏联近 70% 的军事力量，65% 左右的经济和生产材料，加上广袤的战略纵深，以及东方另一个盟友的支持，这是美国不敢贸然实施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这也给俄罗斯带来了喘息的机会。其次，就是在普京上台之后，黄金10年的发展期间，俄罗斯农业迅速发展，甚至一跃成为了全球第2大小麦出口国。低廉的食品价格促进了俄罗斯国内民生的快速恢复，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高涨的支持率，巩固了莫斯科对俄罗斯的统治力度。换句话说，俄罗斯在此时再一次拥有了庞大的战争潜力。这一点，美国人摸不准自己要损失多少，才能换来俄罗斯的彻底毁灭。最后就是国际影响力了，莫斯科当局强硬的对外态度，并能够果断转换成实际的对外军事行动，比如教育一下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心平气和地要回了克里米亚，在叙利亚支撑即将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弄垮台的政府。可以说，一系列的对外手段一扫苏联解体时的阴霾，让国际社会再次看到了一个站起来的俄罗斯。不过，从目前的消息来看，俄罗斯现在不容乐观，因为美国人已经盯上了尚且稳定的俄罗斯国内局势。近期的游行示威也同样愈演愈烈，这无疑是对俄罗斯底牌的一次釜底抽薪。